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这是一张来自台湾媒体的照片，照片里的男人似乎在比划着什么，搭配他头上的安全盔，像极了一位建筑领域的专家。虽然他面貌平平，但是这双专注的眼神又透出一种似乎正在指点江山的风范。可比这张照片更吸引人的是这个男子背后的传奇经历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1994年的台湾说起。在12月3号晚上9点半，台北当地的一个警局值班室里，办公室的警报突然响起。警报由延平北路上的华南银行出发。赶往银行的路上，几名警员不停在想，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居然敢抢银行？可当他们来到现场后，却发现银行风平浪静，既没有围观的吃瓜群众，也没有穷凶恶极的劫匪。根据规定，他们检查了银行大厅，可里里外外的摆设都很整齐，大厅里的一切都很正常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也许是老鼠不小心触发了警报，所以在出警记录上签了名后，几名警员便回到了局里。然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，警铃再次响起，地点同样是刚才的大稻埕分行。可到了现场后，警员发现大厅里依旧是风平浪静，又是虚惊一场。2天后的12月5号星期一早上，像往常一样，华南银行大稻埕分行的职员很早就开始了营业。因为当时刚好碰上股市大涨，市民肯定有很多业务需要办理。可当职员走到金库旁边时，却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打开金库门往里一看，里面的墙壁居然有个洞，角落里的一个现金柜被强行撬开，里面的钞票乱七八糟。原本9000多万台币的现金存款，只剩下一些小额钞票和硬币。在被撬保险柜旁边的地上，还散落着电钻、铁钳、白色手套等各种作案工具。慌张的职员立马向警方报警求助，并把大厅的所有群众都赶到了门口外。看到面色凝重的警员拉起层层警戒线，民众才知道这家银行被抢了。先来介绍下被盗银行的布局。银行位于1楼，整个户型是长方形，靠近正门的一侧作为大厅，接待来办理业务的市民。里面一侧则分为2部分，其一用作员工办公的场所，其二是用来存放保险柜的金库。这个金库有一面墙就是大楼的外墙，也就是靠近外面小巷子的那面墙。劫匪就是在这面墙上挖了一个洞，然后钻进金库，利用一系列的工具撬开保险柜，偷走9000万台币现钞。这个接近正方形的洞口长宽都在40公分左右，警方由此推断劫匪身高在1.6米左右，身材属于偏瘦型。说到这里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，银行墙壁厚度有30多公分，为何劫匪在凿墙过程中没被人发现呢？这就得说下银行相邻楼房的布局。银行所在楼房与它隔壁的楼房之间只相隔了35公分，2座楼房几乎就是紧挨着，而银行隔壁的这座楼房又与另外2座楼房相邻。由于银行楼房与隔壁楼房之间的巷子太小，几乎没有实际用处，所以房东直接封死了巷子，导致这条小巷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在街道上的路人是看不到的。劫匪正是利用这一优势，堂而皇之抢走了9000万巨款。但细心的观众马上会反问，看不到不代表听不到，用电钻凿墙那么大的声音，别人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警方给出的推测是这样的：其一，案发时银行隔壁相邻的2座楼房都在装修施工，民众会误以为声音是隔壁楼房装修工人发出的。其二，案发时恰逢周末，又恰逢当地举行市长选举，民众对这家银行根本就没太在意，毕竟谁会吃饱没事做，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？除了银行金库墙壁上的洞口，在隔壁楼房，警方发现了一个长140公分、高30公分的洞。这个洞位于顶楼3楼，劫匪大概率是先在这里凿出个大洞，然后利用绳索等工具滑降到巷子里，再对金库墙壁凿开第2个洞。那去哪里获得整个凿洞所需的电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
隔壁楼房不是刚好在装修吗？不用白不用，用了别人也不知道。根据以上的猜想，台北警方派了一个身材弱小的警员进行模拟作案，总体上还是证明了他们的猜测，只是在凿开金库墙壁时会很不自在，因为巷子只有35公分宽，警员几乎就是贴在墙壁前作业，非常耗费体力。可实际上耗费体力的远不止凿墙这项行动。撬开保险柜后，如何搬走这9195万现金还是个大问题。刑警算了一下，9000万现金的重量大概有144公斤，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体重。把他们从金库里搬到小巷子，再从小巷子搬到外面路边，这得耗费多少体力？所以警方推测这是一个团伙作案，有人里应外合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案发现场只找到了一个脚印，那这就奇怪了。如果是团伙作案，怎么会只有一个脚印呢？难道说这是一个烟雾弹？讲到这里，有人肯定会说，这么大个金库就没装摄像头吗？这么多警察就没想验下 DNA 吗？不好意思，当年还真没这些手段，警方能验的东西最多也是指纹。可由于涉案物体过于陈旧和大众化，连指纹都验不了。也有些事后诸葛亮会说，这事情其实本来就可以避免的。要知道，当晚警方收到了2次警报，但凡这几个警员要是负责点进入金库查看，那肯定能避免这起劫案。可实际上，根据当时银行的规定，在非值班时间进入金库是件非常麻烦的事。其一，要有密码；其二，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进入。而警报响起的时间是周末，普通警员根本没权限进入金库检查。设计这种规定的初衷，就是避免有人仅凭借密码就进入金库作案。谁也想不到劫匪会利用这个漏洞掩护自己作案。由于破案迟迟没有进展，民众的议论也是越传越凶。街头巷尾的大妈大叔说道，这家伙肯定会武功，飞檐走壁，那么窄的地方都能搬走那么多钱。回到警局，警方认为能干这么大一票的劫匪肯定是老手，所以他们双管齐下，一边往外面放消息，查查谁最近手头突然宽松了很多，另一边则仔细排查最近关于金融机构的结案。翻了一圈档案后，警方还真的找到了跟这起案件非常相似的卷宗。2家被劫银行旁边都有人在施工，金库都是红外防盗系统。可不同的是，之前这伙人案发时正在吃牢饭，不可能有作案机会，所以兜了一圈，最有用的证据就只剩下那个脚印，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获。就在重案组焦头烂额之际，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。案发1个多月后的1995年1月15日晚上，4名巡警按例在松山火车站附近巡逻。起初一路上都很正常，马路上的人们该逛街的逛街，该赶路的赶路。可唯独有个男子非常不同，他看到巡警在排查路人身份后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慌张，甚至都不敢正视巡警。但他这一微妙的表情立即引起了其中一个巡警的注意。出于职业习惯，巡警拦下了这名男子，并要求他出示身份证。男子回答说自己一时忘带了。看着眼前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，巡警对他进行了搜身，结果发现他随身携带着5张银行卡以及8万台币的现金，还是叠得整整齐齐的1000元大钞。一个随身携带这么多银行卡和现金的人，却偏偏没把身份证带在身边，里面肯定有鬼。透过银行卡信息一查，警方发现眼前这男子名为林进发，32岁，此前有过不少案底，是通缉名单上的在逃人员。将林进发带回局里后，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审问。我们这里有句话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自己想想有没什么要说的？林某纠结了好几秒，然后说上个月的华南银行大稻埕分行结案是自己做的。当林某说出这句话时，审问他的警员立马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上个月偷走9000多万的劫匪，此刻居然就坐在眼前，而且还是误打误撞盘查时抓到的。为了让警方信服，林某说出了部分赃款的下落。搜查他的住所时，警方还真的在他家的桌子下发现了几大包现金，前后接近1700万，上面还贴着华南银行的封条。虽然林某此前的确有案底，警方也确实在他住所搜到了部分赃款，可仅凭借林某一人，他真的有能力完成整个作案过程吗？
警方始终保留着疑问，他们猜测林某背后应该有大鱼，或许这条大鱼就是涉事银行的职员。可接下来林某交代的细节却让警方开始相信他，只要脑子够，腰包就不会瘦。32岁的林某表示，早在年轻时，自己因为偷女生内衣等罪行被关入狱。在监狱服刑时，他听遍了狱友举行的各种故事会，例如市面上的保险系统之间有什么特点，是装在什么角落等等这些细节。这些内容对林某来说简直是免费的财富密码，因此他一出狱后就到处瞎逛，试图将其付诸实践。实践的第一步就是寻找目标。对于一般的劫匪，他们大多会选择到达现场观察，例如在银行门前走上几个来回，在银行对面喝杯茶，看看周边环境等等。可林某却另辟蹊径，他说自己都是选择搭公交，然后站在中间看向窗外。表面上林某是在坐公交，可实际上他那双鹰眼早已获悉了银行周围路况。那一次他发现大道城分行非常适合下手，因为他隔壁的小巷子被封了起来，隐蔽性很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隔壁刚好有楼房在装修。选好对哪个银行下手后，下一步就是获悉金库的位置。为此，林某亲自跑到该行办理业务。从踏进大厅的那一刻，他就开始数着地砖的数量，结合地砖的长度，就能算出金库与巷子里墙壁的相对位置。位置选好后，就从隔壁楼房工地3楼顶凿出一个洞口，然后滑降到银行1楼侧面的小巷子里。接着便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，利用银行隔壁工地的工具和电力开始凿墙。不过直接这么凿墙肯定会触发银行的警报，而仅凭借自己一人是无法从里面关掉警报系统的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就是林某的狡猾之处了。他说自己每次只会凿几分钟，然后从小巷子里爬出来，走到银行对面抽根烟放松一下。在自己放松的同时，警方肯定会派人前来查看。不过他们只能查看大厅的情况，无法直接进入金库检查，所以肯定无法发现金库墙壁的洞口。几次警报下来，警员的耐心会慢慢降低，每次留给自己凿墙的时间段也会越来越长。为了完成这项极其耗费体力的活动，林某表示自己作案前进行了高强度的体力训练，几乎每天都会负重跑步2万米。从正式开始凿墙到把保险柜里的钱偷走，林某表示自己只花了20天。看着林某那如痴如醉的解说，刑警是听得目瞪口呆。就如开头那张照片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林某是在搞原子弹。在林某家中，警方虽然找到了许多赃款，但总共才2000多万，那剩余的7000多万去哪儿了呢？对此，林某回忆说，自己将钱分别装在4个箱子里，然后用垂降的方式将其转移到银行另外一边的巷子里。当时本想一次性搬走，但想着出租车不一定装得下，以及害怕被出租车司机发现，所以计划先搬走1箱，等到夜深人静时再回来搬走剩余的3箱。可就在自己纠结时，巷子里走来一个倒垃圾的老妇人，被吓了一跳后，自己连忙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所以剩余那7000万很可能是被那个妇人拿走了。听到这，警方半信半疑，一个把计划做得滴水不漏的人，居然在最后一步跌了大跟头，怎么看都不太对劲。直到今天，依然有人认为林进发背后肯定还藏着神秘人物，林进发只是一个替罪羊。但也有人推测，也许真的是那个妇人捡走了剩余的钱财。总之，在警方找到剩余的7000万之前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最后，林进发因盗窃罪被判入狱，念及他认罪和改造态度良好，所以法院只判了他7年监禁。2002年刑满释放后，林进发在一家货运公司上班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与母亲很少有交流。至于剩余那7000万到底去哪儿，直到现在还是个谜团。结案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大的阴谋呢？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知道答案，又或许它永远都不会有答案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在犯罪学历史上一直有个问题，到底怎样的犯罪才是完美犯罪？以前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从作案手段去解答这个问题，而今天我们这起案件或许能给你一种全新的震撼。它看起来好像是悬案，可仔细一看又好像不是悬案。悬案背后的答案似乎离我们很远，但又似乎离我们很近。
故事内容非常狗血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一切还得从2002年的1月1日说起。那天晚上，美国丹佛市的一个小镇里正在举行着庆祝跨年夜的派对。纵使外面白雪皑皑，但房间里却激情似火，五颜六色的灯光，香醇甘甜的美酒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如痴如醉。伴随这份如痴如醉的，还有俊男美女那份躁动的心。没走几步，就能闻到浓浓的荷尔蒙，小手轻轻一捋，嘴唇微微一抿，今晚的故事又有了下落。作为舞会中耀眼的大帅哥，库特自然是其中一员。挺拔的身材，俊俏的脸庞，让他吸引了许多女孩。可好巧不巧，库特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爱他的妻子南希。看到丈夫又在钓鱼，满怀醋意的妻子直接离开了舞会。妻子告诉他：“你还是这个样子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考虑我的感受。”回到家中后，本以为两人的争吵会随着黑夜暂时落下帷幕，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将他推向了极致。根据丹佛警局的说法，在当晚凌晨1点40分，他们接到了来自克兰顿街道的一个报警电话。报案人是一个名为库特的男子，他说自己妻子突然开枪自杀。探员来到现场后，一副惨烈的画面迎面撞来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背靠在沙发上，手中握着一把手枪，头上浓稠的红色液体正缓缓流下，旁边的沙发扶手上有一大片红色印记。医护人员立即将她送到了医院抢救，可不幸的是，由于伤口直击大脑要害，妻子南希不治身亡。在将丈夫库特带回警局后，还没等库特完全酒醒，探员就立即对他进行了审问。库特表示，在舞会上自己和妻子发生了口角，回到家中，两人继续吵了几句后，妻子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接着便有了你们看到的一幕。消息传开后，很快便引起了热议。在走访排查中，警方获悉，去世的妻子南希是广告公司的高管，丈夫库特则是 FEMA 的摄影师，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，平时主要负责重大事故现场的拍摄，经常在外地出差。例如当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，库特就被派到现场进行拍摄取证。南希的父母告诉警方，女婿库特为人非常幽默，女儿也非常喜欢他。案发的2002年是他们结婚后的第8年。母亲告诉探员，女儿不可能突然自杀，凶手肯定是女婿库特。案发5个月后，丹佛警方以1级蓄意谋杀罪起诉了库特。证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：其一，根据警方多年的办案经验，一个人要是想自杀，那大概率会选择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动手。可案发时，死者的丈夫正待在家中，当然这项证据并不能称为证据，只是情理上的一个观点。第二项证据，死者被子弹射入的地方是在右耳后上方，而不是常见的太阳穴和下巴。要想造成这个位置的伤害，就必须以一种很不常见的握枪方式扣动扳机，这与正常的自杀习惯很不相符，反倒像是第三人胁迫死者握住他的手扣动扳机，伪造成自杀的假象。第三项证据，最终审问时，丈夫库特说自己是在书房里听到枪声，然后才来到妻子旁边。如果事情真的像他所说，那妻子开枪时应该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可沙发上的血迹表明死者被人移动过，因为沙发扶手上存在大片血迹。可警方到达现场时，死者的上半身是以垂直的方式坐在沙发上，背部还靠在墙上，这说明有人在第一时间移动了死者的身体，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丈夫库特。面对警方的指控，库特的辩护律师表示，事情完全就不是警方说的那样。辩护律师表示，如果我当事人库特是凶手，那为何枪支上没有他的指纹？同时警方也没有在我当事人手上发现火药残留物。其次，整个开枪过程死者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，你们怎么可以用所谓的习惯和常理来否定存在的可能呢？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先入为主，认为我当事人是凶手，这是严重违反疑罪从无的原则。还有一点，
我要跟大家强调，我当事人库特眼角的红肿只能说明他和妻子发生过肢体上的争执，但他绝不是我当事人犯罪的证据。面对这些反驳，警方补充了一些说明。在案发后的几天内，库特反复建议他们对他的双手进行火药检测，这多少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嫌疑。毕竟对于一个丈夫来说，面对妻子突然的离世，他更应该表现出悲伤，而不是着急证明我妻子真的是自杀。警方在调查时还发现，丈夫库特和妻子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，因为库特存在严重的酗酒和嗑药习惯。在案发前1年的2001年，两人曾到泰国旅游，期间库特曾瞒着妻子，偷偷和2个泰国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嗑药，这让妻子南希非常恼火。从那之后，他们的关系便急剧下降。虽然库特双手的确没有火药残留物，可在他们当晚穿的衣服上，法医却检测到了火药残留物，这你要怎么解释呢？那库特的辩护律师要怎么反驳呢？面对这个矛盾点，律师没有正面回应，而是亮出了南希的一张手写纸条，上面的大概意思是说，世界上只有爱情和死亡才是最美丽的东西，库特，请你救救自己。这句话出自于一个诗人。律师表示，纸条上面爱情这个单词被划去，说明妻子南希在写下这句话时，她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，也就是说，这页日记就是南希的遗书。可对于这张纸条，丹佛警方却持不同的看法。警方觉得正常人不会这么写遗书，如果一个人要自杀，那他一般都会在遗书中向家人告别，例如我要走了，你们不要想我，不要悲伤等等。被警方这么一说，好像也的确是那么回事，正常人谁这样写遗书呀？可让库特家人没想到的是，在案发5个月后，在这个案件即将迎来审判的前一天，丹佛警方突然撤回了起诉。由于大部分陪审团成员偏向于南希属于自杀，所以一审中库特被判无罪。面对死者家人的质疑和不满，警方表示这只是暂时撤回起诉，他们还会继续调查案件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2002年6月14日，在被关押6个多月后，库特终于离开监狱，获得了自由。在新一轮的调查中，警方找到了新的证据。首先是库特的电脑，警方发现电脑最后一次被使用的时间是当晚7点，距离库特报案足足有几个小时，所以他们推断事情根本就不是库特所说的那样，自己在使用电脑时听到枪声，然后发现妻子自杀。除了电脑这项证据，在死者的一个左手指甲上，法医发现了一处可疑的伤痕，上面还有库特的 DNA， 这说明当时南希很可能发生过挣扎。除了物证，丹佛警方还找到了新的人证。库特从监狱被释放后，他的2名狱友向警方举报，库特曾向他们透露是自己杀了妻子。根据狱友的说法，跨年夜聚会那晚，库特妻子看到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待在一起，她怀疑丈夫又在偷偷嗑药，因为她知道那个女人一直有嗑药的习惯。满肚子火的妻子直接离开了聚会，两人的争吵也从聚会带到家中。狱友还表示，库特说出了自己手上没有火药残留味的秘密，很简单，只需要1小张保鲜膜就可以做到。如果狱友口供的内容是真的，那无疑丈夫库特就是凶手。可偏偏这份王炸口供是出自他的狱友，一个经常因为诈骗和盗用别人身份被关的古惑仔。面对媒体的质疑，这位狱友表示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我没理由撒谎，我也没得到任何好处。在案发2年后的2003年12月，丹佛警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便再次以1级蓄意谋杀的罪名向法庭起诉库特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当探员去库特家中找他时，却发现库特早已将房子转卖给别人，库特的电话更是一直无法拨通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直到在出入境记录中一查，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美国，此时正定居在9000多公里外的阿根廷。这就非常尴尬。对于库特的离开，南希家人和警方都认为他是畏罪潜逃，但库特坚决否认这一点。他说从头到尾自己都是用真实身份买的机票，用自己的护照离开了美国，自己是光明正大离开的，根本不是警方所说的畏罪潜逃。这么一说，
好像也的确没毛病。于是网友就认为责任在于丹佛警方，但凡你要是细心点，库特就不可能飞出国门。但也有人支持警方，因为库特不是什么大人物，谁会想到他会来这么一出？更加让人没想到的还有库特到达阿根廷后的奇遇记。在到达阿根廷后没多久，他就和当地一个名为波拉的女子闪婚，两人从相识到结婚仅仅只有40天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库特说自己到阿根廷的初衷是旅游，因为妻子的离开和半年的拘禁给他的身心带来很大的影响。自己和波拉结婚并不是为了脱罪，而是因为在和波拉的相处中，他发现波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。对于这番解释，很多网友根本就不买单。你跑了就算了，你居然还在40天之内就闪婚，你是遇到了龙卷风的爱情。可斯的家人得到的却是龙卷风般的暴击。后来在一次外出就餐时，国际刑警逮捕了库特，并将其关押在阿根廷首都的一所监狱里。随后美国警方就向阿根廷提出了申请，希望将库特引渡回国，却遭到了妻子波拉的坚决反对。为了帮助丈夫摆脱美国的引渡，波拉这位人权活动家到处奔波。她向阿根廷法院表示，自己丈夫不是普通的嫌疑人，而是一位政治难民，急需阿根廷当局的支持。为了让丈夫摆脱美国警方，波拉甚至让2个年幼的孩子高举海报申冤。事情闹大后，丹佛警方做出了退步，他们做出承诺，只要库特回到美国受审，那即使库特最终罪名成立，他们也不会对其判处死刑。为此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还专门签署了一份文件，确保这个承诺会一直有效。可妻子波拉表示，让我丈夫回去受审，就算不判他死刑，那判他终身监禁和死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第一次审判时，美国警方主动撤回了控诉，这就说明警方证据不足。我丈夫回到美国后，丹佛警方是彰显了自己的权威，可谁来保证我们的权益呢？谁来保护我们作为阿根廷公民的人权呢？就这样，双方扯了7个月的皮球，直到后来阿根廷一位法官驳回了引渡请求。获悉引渡受审被拒绝后，南希的家人非常沮丧，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南希的家人觉得，但凡库特有一点良心，那也应该回到美国，好好解释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确定阿根廷当局的态度后，丹佛警方立即提出了上诉。面对不死心的警方，库特一改此前让妻子负责公关的做法，他本人出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针对不想回到美国受审的原因，库特给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解释。他说，美国警方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案子本身，而在于掩盖911事件的真相。库特透露，在世贸中心倒塌后，他和另外一个同事立即被派往现场拍摄。在现场，他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例如地下一个巨大的空金库，以及有人在第一时间搜查了现场。更让他觉得奇怪的是，失事飞机连座椅都能幸存下来，被严密保护的黑匣子却不翼而飞。同时，库特还透露，袭击发生后，自己曾被当地警方关进监狱，期间受到了警方的虐待。从美国离开来到阿根廷后，自己和波拉还被美国特工监视。这些出自库特口中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，我们外人无法考证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库特没有拿出支持他说法的实质证据，他只是重复了10几年来人们口中的阴谋论。结合南希生前喜欢和丈夫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习惯，有人怀疑也许这一切都是库特编织的谎言。他在作案后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巧妙脱罪。在案发20年后的今天，库特依然没有回国受审。在苦等20个春夏秋冬后，南希的家人等到的答案依旧是等待。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？阴谋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大的阴谋？或许只有库特自己知道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故事还得从中国安徽省的蚌埠市说起。1996年12月2日这天，当地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。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的某个住户单元里，
一位年逾60的老人发现女儿韩露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，现场一片血腥，惨不忍睹。据他回忆，当天中午时，自己像往常一样将外孙从学校接回女儿的住所，在快到家门时，发现大门居然没上锁，这令他很诧异，因为女婿于英生早早就出门上班，女儿亦是如此，两人临走之前会将门锁好，怎么今天却敞开着呢？带着疑惑的老人推开了内层的木门，结果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液化气味和血腥味。起初老人还以为家里进贼了，但来到女儿房间后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吓倒在地。女儿躺在一大片血泊中一动不动，脖子上还有血迹，死状惨不忍睹。老人强忍着恐慌跑到门外大声求救，当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发现他女儿早已没了生命体征。现场被围起层层警戒线，大概在20分钟后，重案组赶到现场，在安抚死者家属后，开始现场取证。根据资料，案发单元房在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公寓楼的1楼，2室1厅，100平方米左右，外面还有一个院子。公寓楼位于蚌埠市中心，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，里面住的大多是市级的当权干部。于英生的父亲是蚌埠市的老干部，母亲则是市招待所的一把手。至于当时34岁的他，则是东市区的区长助理，属于重点干部培养对象。案发后，周围住户非常震惊，官家小区居然发生如此命案。调查时，警员发现现场的门窗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，屋内也找不到明显的打斗痕迹。凭借死者脖颈上的刀伤以及现场血迹特征，他们认为屋内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更让警员直冒冷汗的是，在厨房内的煤气罐被人打开，旁边还有一根尚未燃尽的蜡烛。除此之外，警员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，现场并没有发现除了死者和家人之外的指纹。法医判定，死者的死亡原因不在于脖颈上的外伤，而是机械性窒息死亡，同时体内还有残留的精液，此前遭受过侵犯。综合以上调查，警员认为这是一起熟人犯下的入室奸杀案。可这个熟人会是谁呢？作为死者的丈夫，于英生随即被带到警局。很快，警方就了解到死者与丈夫经常吵架，夫妻关系长期不和。如此说来，于英生的作案动机和条件都很充足。蚌埠警方立即将其作为重要嫌疑犯拘留起来。于英生在被捕时才刚刚而立之年，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是当时蚌埠市东市区的区长助理，工作和为人的口碑相当不错。父亲在蚌埠市任职多年，也是众人公认的好干部。很多人都不相信凶手会是于英生。案发10天后，蚌埠市重案组高调宣告本案告破。警方当时的报告内容大概如下：死者与丈夫长期不和，案发前一天，两人上街购物，丈夫发现妻子钱包内有近3000元人民币现金，来路不明。就关于这笔钱财的由来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案发当日，在单位上班的于英生越想越气，怀疑妻子背着自己出轨，便折回家中和妻子对峙，一怒之下还将妻子杀害，事后伪造成入室盗窃、强奸杀人的假象。至于死者体内残留的精液 DNA 和于英生不匹配的矛盾，警方是这样解释的：这是因为狡猾的于英生在杀人后用他人使用过的避孕套伪造现场。在收到警方呈交的卷宗后，当地法院很快召开了庭审，以杀人罪直接判处于英生无期徒刑。入狱后，不服判决的他一直喊冤和上诉，但安徽高院的检察官依旧维持原告一审判决。1998年2月，因为证据不足，于英生的案子被市检察院退查2次。当时看守所所长曾找他谈过话，你可能被无罪释放，但因为市里召开两会，公安局长据说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，如果真这样，那你肯定出不去。这番话让于英生喜忧参半，但后来只有忧，因为所长的如果变成了现实。虽然对法院的判决感到不公，但是无奈的于英生只能被迫关进监狱，这一关就是漫长的12年。他的父亲、哥哥等人也始终坚信凶手肯定另有其人，因为整个案件疑团重重，警方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就如此轻易将于英生判成无期，断送他人大好前程。
案发12年后的1998年，安徽高院判定于医生一案，检方证据不足，所以应该重新审判。但不知为何，此事一直被拖了很久，背后总有人在故意阻碍重审。当地人告诉记者，这个案子在蚌埠人尽皆知。当时的公安局长去市检察院当了检察长后，检察院就立即接手起诉了于医生。此后，这个人还成为了市法院的院长，并一直干到退休。这样的认知链条和巧合，不由让人起疑。数番努力后，于医生父兄二人从检察院手中找到了一个关键性证据。原来在当年的案发现场，警方还提取到2枚不属于家属的指纹。这2枚指纹很有可能属于真凶，只是不知为何，当时办案的刑警隐瞒了这个证据。在于医生服刑期间，他的父母会经常来探监，分享上诉的最新进展。入狱后的于医生生不如死，时常想一死百了。接待室里每次面对年迈的父母时，总是忍不住掩面痛哭。在父母的鼓励下，他重拾信心，在狱中自学法律，并获得自考专科学位。服刑期间一直写信上诉，谁料这一写就是12年。于医生最不愿和家人提起的，就是在看守所的日子。看守所条件差，自己不小心得了疥疮，一到被窝里就痒。治疗疥疮很简单，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。他向看守所的管教恳求了很多次，但对方就是不给，除非签字认罪。于医生不认，以至于痒到把伤口都抓烂。后来一名检察官出于同情，就偷偷给了一块硫磺皂，但于医生用过一次后就被没收。类似的事情远不止如此。他还记得2000年某天，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，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，于宁生特意走在人群后面，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弟弟的名字。那是事发后4年，两兄弟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相见。当时于医生表示，伤势前几天市领导来视察，自己喊冤时被看守打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只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就永远不会有问题。在监狱里，于医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。有一次市里某位领导来视察，他便抓住冲到门口大声喊冤，结果一看对方，发现这领导是自己的前同事。本以为遇到救星，结果前同事望着自己对同行的人说，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，该杀。于医生说自己无数次想过求死，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的遇害，心中就非常不甘。妻子比我还冤，谁来替他主持公道？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，即使这希望只有1/1000。2002年，随着法院作出终审裁定，于医生被正式押解到监狱服刑。期间，监狱会经常为犯人举行娱乐活动，但于医生从不参加，更拒绝穿囚服站在相机镜头面前。很多人说于医生的经历就是中国版的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但他觉得自己比电影里的人还惨。从1996年案发，时间一晃就过了10几年。在2012年3月，各地召开冤假错案的整治活动。狱中的于医生得知后激动不已，认为这是沉冤昭雪的好机会。一位名叫张厚奇的检察官来到监狱，和于医生交谈了3个多小时。于医生究竟是不是被冤枉，检方的证据是否充足，是2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在和于医生对话以及看了申诉书后，张厚奇认为这个案子确实有很多疑点。他写了一份长达13000字的复查报告，列举了几个主要问题。第一，于医生作案时间的问题，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要完成送小孩、吃饭、杀人、伪造现场，并且从容不迫地返回工作地上班，从当时的条件看，基本不太可能。第二，便是6天6夜疲劳审讯的问题。在整个案件笔录中，关于作案的细节，于医生每次的口供都不太一样，很可能被严刑逼供。最后一个则是物证问题，在当年的现场勘查过程中，警方明明从床头柜上提取到2枚第三人的指纹，可在卷宗资料中却没有这个内容。这意味着这2枚指纹当年没被警方鉴定。在案发现场提取了26枚指纹，为什么偏偏这2枚第三人的指纹没被录入档案？这到底是一时疏忽，还是有人故意为之？内幕细思极恐。2012年9月，安徽省委检察院向安徽高院提起抗诉。2013年，在狱中的于医生被再一次提审，此时他预感到自己即将昭雪，因为冤情已经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。最终，于医生被改判无罪。
听到这一判决结果后，他当庭痛哭，10几年的冤屈在此刻爆发出来。从意气风发的状言，在听到无罪这2个字时，他已经年过50。在这10几年深渊期间，他的父母相继离开人间。遗憾的是，始终坚信他清白的父母，终究还是没能等到儿子沉冤昭雪的消息。在余医生被宣告无罪之后，追查真凶就成了警方的新任务。通过 DNA 图谱，2013年11月27号，警方终于逮捕了真凶武清源。令人目瞪口呆的是，这个武清源竟然是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一位民警，职位还是3级警督。据介绍，1989年时，20岁的武清源成为了一名合同制交警。当时大批交警都是合同制，只有每年工作成绩优秀才能续聘。在同事的印象中，武清源这个人少言寡语，心事重重，颇有城府。同事说他执法时从未有笑容，很多司机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做尖白脸。到了2007年，武清源通过考试，获得了公务员编制。干了近20年的临时工，终于有了正式编制，进入公务员序列，工资和各方面条件都被大大改善，这让武清源变得很开朗。他喜欢上了网球，一有时间就约朋友切磋球技。被抓时他还心存侥幸，在第4次审讯时才供述了犯罪事实。即使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，但从余医生到武清源的家人，很多人都想不通，武清源残忍杀害韩露之后隐藏17年，居然能做到滴水不漏。武清源向办案刑警坦白，作案后一开始特别害怕，后来得知余医生被判刑坐牢后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但后来当听到余医生被宣告无罪释放时，自己又惶惶不可终日，总害怕这天会到来。武清源交代，他在很早之前就见过死者韩露，两人也是相熟，见面之初就被韩露的美貌深深迷住，千方百计打探她的住址。1996年12月2日这天上午，武清源闲来无事路过韩露家中，正巧看到她穿着睡衣在家里晾衣服，色迷心窍的武清源上前搭讪，被拒绝后就实施了强奸。由于韩露拼死反抗，气急败坏的武清源用枕头错手将韩露活活闷死。随后武清源找来菜刀割断韩露颈部，切断韩露家中电话线，翻乱抽屉，以此伪造犯罪现场，并将液化气罐打开搬至屋内，点燃蜡烛，意图用引爆液化气罐的方法彻底毁灭犯罪现场。所幸死者的父亲及时赶到，才避免更大的伤害。在庭审现场，武清源不断道歉，但是再多的对不起也已经无法挽回死者的性命，更无法抵消余医生17年的牢狱之灾。2015年1月，武清源强奸罪、杀人罪等多项罪名成立，被判死刑。余医生及家属提出147万元人民币民事赔偿诉求，法院并没有采纳，只是判处武清源赔偿5万余元。至此，这起延续了19年的血案才彻底告破。从前途无量的年轻干部变为白发满头的半老之人，余医生回归了平静的生活，恢复了公职人员的工作身份，并按照正常待遇被提职到正科级，调任为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的主任科员。17年的公务员工资也被一次性补发，加上各种损失，一共获得100多万元人民币。回家后，余医生跟儿子和岳母在一起住。刚开始，警察上门告诉岳母说你女婿无罪释放了，岳母迟迟不相信，你们拿张判决书说他杀人就杀人，说没杀就没杀了。直到真凶落网，岳母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误会了女婿。没能为父母尽孝，余医生希望在岳母这弥补，计划给岳母再买套房。岳父去世前为了看病，卖掉了余医生夫妻的房子，当年的案发地如今已变成花店和文具店。余医生再也没走进过他以前的家，每次路过时他都刻意不扭头看，因为只要看见就会想起以前的日子，在那栋公寓楼周围和妻儿最后相处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。在一个冬日的周末，一家3口沿着淮河路往家走，8岁的儿子一手挽着妈妈的胳膊，一手挽着自己，腰里挎着一台 BB 机，很是骄傲。余医生表示，当年和他一起被重点培养的干部，其中2个人已经成了副市级。52岁的自己虽然自由了，但已经没了完整的家，没了仕途，鬓角也已白发。聊起这17年，自己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，看见外面的世界，自己依然有些恍惚。17年的冤狱生活像把刀，
蛮不讲理的把原有的生活轨道切下去，由不得自己抗辩一句。在余英生上诉期间，不少记者曾试图采访相关部门，但都贴心拒绝。时至今日，案件追责都没落实到地，种种巧合总让人把民众的传言勾连在一起。有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余英生能沉冤昭雪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他家人的努力有关。例如他父亲为了给儿子伸冤，在北京和安徽两地不知来回跑了多少次。作为外人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，如果是常人，更不知道还要在监狱里含冤多久，甚至一辈子都无法洗刷冤屈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故事发生在中国辽宁省的沈阳市。2011年11月22号，当地法院迎来了2个新面孔，一个是41岁的年轻女子令玲，另一个是在轮椅上的老人康志成。即使天气已经入冬，74岁的他还是亲自出席庭审。被他告上法院的人是他的前妻兼前保姆。庭审一开始，双方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中场休庭期间，两人在楼梯间相遇，当着众人的面，令玲指着康志成说：“你就不是个男人。”两人为何会恶语相向，甚至是反目成仇？我们先了解两人的背景。先说康志成，1938年，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从战场下来后回炉重造，入读中专。虽然现在一听到中专2个字，很多人都嗤之以鼻，但在当时拥有中专文凭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。毕业后，康志成走上讲台，一心一意，两袖清风，3尺讲台。当时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朴实。退休后，康志成充实的生活突然断代，经常待在屋子里无所事事，加上子女移居到新加坡，孙子孙女不在身边，以至于他的日子是越发无聊。机缘巧合下，他打算尝试炒股，当时周围人极力反对，这个年纪还去当韭菜，你这心脏能受得了刺激吗？还是留点钱给自己养老吧，别一天天给子女添乱了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康志成不但没被收割，还用15万元人民币本金赚了400多万元，翻了 N 个 double， 以至于一度成为神话，被街坊议论。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康志成家里取经，小小的单元房俨然成了个教室，这让他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。10多年前的400万人民币，即使放到2024年也不是小数目。按理说，凭借这笔钱，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，每天要吃什么，要穿什么，都是一句话的事儿。但康志成表示，自己一直过得都很朴素，一件羽绒服能穿20多年。有人说，越有钱的人就越吝啬。虽然康志成对自己无比吝啬，但在公益事业上却无比大方。2008年时，他公开表示，会将自己炒股赚的400多万元人民币当作奖学金捐给当地学校，奖励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困的学子，让他们可以完成学业。事情一传开后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。此时的康志成不但是民间股神，还是大慈善家。可还没等把这个计划全部实现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出现了。后来某天，康志成求助媒体，说自己被保姆令玲给骗了。保姆不仅骗人感情，还骗了他265万元人民币的钱财。康志成表示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自己本来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多次追讨和商量无果之下，只能将此事公开，目的就是希望令玲能归还钱财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事情曝光后，立即引发舆论风波。按照康志成的说法，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保姆令玲。不少人认为，令玲这个女人贪图钱财，才会带着孩子不顾周围人反对，嫁给比自己年长30多岁的残疾老人。有记者找到她，求证康某所说是否属实，可每一次令玲都拒绝采访。直到后来事情发酵的越来越厉害，他才站出来接受了采访。他告诉记者，康志成在媒体上的说法完全不属实，因为这些谣言，自己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，尤其是儿子本来就因为自己和前夫的离婚，心理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今因为康志成这件事儿变得更加内向。他承认康志成确实出钱给自己买了套商品房，也给了自己一笔钱财。
可康志成所说的事情很多都是以偏概全。例如康志成说的每日一吻，说我每次出门前要和他吻别，每次回家后要先和他亲吻，甚至说我一到康志成家就往他家床上钻等，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。他就快速的把我拿下，俩人关系越来越好，好到啥程度？不怕你笑话，每一天呢出外头买菜都得跟我接完吻这种。很张扬的一个人，知道不？他那个曾经他不说他捐款400万吗？他说他穿的什么20年30年羽绒服，你问问他啥时候穿的？只有人采访他的时候，他给穿上了，像演员似的。家里一来记者了，一看我吃的是什么萝卜白菜的啥，平时你问他吃的啥呀？吃什么？大排骨，你叫他自己说大排骨，喝着排骨汤，就是他利用这个媒体嘛，给他就是造成的荣誉挺大。反过来，他用这个名誉来伤害我，要我，所以我今天我就接受采访，我也想说一说，就是说的，其实真正的受害者是我。镜头前，令玲回忆了她和康志成的交往经过。2008年时，因为炒股，自己得知了康志成这号人物的存在。当时整个圈子都在传这位股神的战绩，15万本金炒到400多万元。后来自己打听了解到，当时康志成家里的保姆刚好辞职，还说想请个照顾腿脚不方便的自己，就是平时帮忙煮饭，偶尔推着轮椅带他在住所附近逛逛。听到这事儿后，自己就主动上门，表示愿意当保姆。令玲告诉记者，自己给康志成当保姆，并不是因为贪图他的钱财，因为早在自己去应聘前，康志成就已经和学校签了协议，约定以400万元的股票收益作为基础，每年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奖学金支持贫困学子。待康志成去世后，这笔钱全部归校方全权管理。也就是说，康志成已经相当于把钱全部捐了出去，身上根本没多少钱。正是看到他如此善良，自己才愿意照顾他。当保姆期间，住所里里外外的一切都是自己细心完成的。每次有客人来家里做客时，或者看到康志成的精神状态时，大家都评论说，这是请了个好保姆。相处1年后的2009年5月，也许是令玲的细心呵护打动了康志成，又也许是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子女的离开带来的孤独，这才让他产生了想与保姆令玲结婚的想法。可对于两人的婚事，周围人给的最多的评价就是胡闹。你都可以给她当女儿了，很多人劝令玲三思，和一个脑血栓后遗症和残疾老头结婚，你究竟图什么呢？等到这老头去世后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令玲的姐姐更是直接表示，如果你真的要跟康某结婚，那以后不用姓令了。尽管压力很大，但令玲还是执意嫁给了康某。结婚前，康志成答应拿出105万元人民币全款购买一套180平方米的商品房，普通人买房一般是110平方左右，180平这个面积数已经向豪宅看齐了。此后房价的涨势更是让这套房子价值又翻了几个 double。 按理说，既然两人要结婚，房产证上就应该写夫妻两人的名字，加上买房钱来自康志成，他的名字就更必不可少。可实际上，房产证上的名字只有令玲一人。他解释说，按照政策，房子只有登记在他名下，他才能够把户口迁到沈阳。除了这套房子，康志成还给了他160万元现金，并亲口承诺，即使以后因病去世，这笔钱和这套房子都是令玲的，不会因为自己子女的原因改变。可康志成接受采访时却表示，事情根本不是这样，自己行动不便，买房这些事情都是令玲一个人完成，房产证上只写了令玲一人的名字，也是自己后来才知道的。至于那160多万元的现金，是令玲从自己手中借的。令玲说要用来炒股，赚了之后再还回来。自己当时本想着写张借条的，但令玲说，既然两人都快结婚了，夫妻间就没有必要搞这些东西，最终就没写下。不料当初的信任却让人吃了哑巴亏。康志成表示，在结婚后的几个月里，两人相处还算愉快，但很快令玲就露出了狐狸尾巴，开始以各种理由借钱，以至于为学校预存的400万只剩下200万。最后忍无可忍的康志成直接摊牌，不会再继续借钱。
记者询问，既然当初是向学校承诺以400万作为基数，如今只剩下200万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康志成表示自己很有信心，有这200万，自己再赚个400万，甚至4000万，根本不是难题。他告诉记者，因为自己不肯借钱，在后来一段时间，妻子经常把自己软禁在家，还拿走自己的手机，不让自己和外界联系。2010年8月，在婚后还不到1年，两人就离了婚。离婚后，两人继续住在一起，令玲只是单纯以保姆的身份继续负责衣食住行的处理。既然都已经离了婚，那为何还住在一起？而且两人的情况又如此特殊。正当记者疑惑不解时，令玲爆出了一些惊人内幕。他说，康志成和周围人的男女关系非常复杂，此前仗着自己有钱和多名女子保持暧昧，甚至还搞大了一个年轻保姆的肚子。这个保姆离开后，曾上门索要封口费和抚养费，如果康某不给，他就要去警局告他强奸。为了维护自己慈善家的形象，康某选择花钱消灾。可不到一段时间后，又有多名女子上门讨说法。令玲表示，除了男女关系混乱，这人非常喜欢撒谎。此前就说给了怀孕的张姓保姆10万元人民币，可自己去了解后发现，这名女子只收到4万块。自己非常同情对方，要知道她怀的是一个60、70岁男人的孩子，这孩子以后的身体条件肯定不如正常孩子。说到这里，有人肯定会问，为何康某一直要请保姆照顾自己？难道他没有子女吗？这说起来也是令人无奈。康某和子女关系并不怎么好，而且子女都已经移居新加坡。也许就在一次次接触保姆的过程中，无法忍受男人生理欲望的康某和这些保姆擦枪走火。令玲表示，让他印象深刻的除了上门要钱的张姓保姆，还有一个秦姓保姆，也和康志成是不清不白。因为康某当时不给钱，对方直接在康某家吃了很多安眠药，试图自杀，最后被康某侄儿送到医院抢救。虽然命是抢回一条，但和康某的纠缠从来就没有理清过。直到接触到这些事情后，令玲才发现，原来丈夫表现出来的慈善全都是虚伪的面目。已经60、70岁的人还如此为老不尊，正是因为这些事情，他才决定要和康志成离婚。康志成承认自己私生活确实有点乱，为人也比较花心，但在265万元这件事情上，确实是令玲骗了他，一切都是这女人精心策划，目的就是想骗走自己炒股赚的400多万。康志成回忆，早在2010年8月时，他就和令玲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不过出于种种原因，当时令玲还没搬走。直到2011年4月4号，两人因为一件事情彻底闹僵。根据康志成的说法，当天令玲给他做血糖检测时，居然强迫自己把手指按在一张纸上，纸上的内容是一份协议，主要意思是康志成自愿将自己财产中的160万元现金无条件赠与令玲。从笔迹上来看，协议书确实出自令玲之手，但他表示，当时是康志成一边说一边让自己写的，自己从来没有强迫他写这份协议书，签名也是康志成亲笔签的，还附带了手印。可康志成却表示自己是被胁迫按下手印的。为了反驳，令玲说这份协议书一式2份，康志成也有一份，内容也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康志成那份内容多了一句话，意思是如果令玲违反协议，曝光康某和多名女子有纠缠的丑闻，他就得被追责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这165万元现金在名义上虽然也许真是康志成赠予的，但背后的目的大概率也有封口费的意思。令玲表示，起初自己之所以不接受媒体采访，就是害怕会被追责。可是到如今，舆论发酵得越发严重，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，这才把康某的丑闻曝光，狠狠揭穿了他虚伪的面容。验证自己清白的方法很简单，直接让康某把他那份协议书拿出来给大家看，就能直接真相大白。可康某就是不肯拿出来。僵持不下之际，2011年4月，康志成向警方报案，说自己被骗走了165万和一套房产，但警方表示这是经济纠纷，建议走司法程序。2个月后，康志成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令玲告上了法庭，要求法庭重新分割当时价值105万的房产以及160万元人民币现金这2笔财产。
在中场休庭时，律师多次建议康志成可以向法院申请鉴定协议，如果真是令玲伪造你的签名，那主动权将完全落到我们这边。可康志成也拿不定主意，他唯一确定的是令玲得把那套房子和160万元还给他。看到康志成说话毫无逻辑，他的朋友向律师建议做精神鉴定，如果能证明签下这份协议书时康志成精神状态不在线，那协议自然没有法律效力。可好巧不巧，精神鉴定得由被鉴定人的直系亲属提出，不能由本人朋友或旁系亲属主张。加上康某和自己子女关系并不好，远在新加坡的儿子根本不想理这件事，所以精神鉴定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。令玲告诉记者，既然康志成不仁，那他就不义。他已经找好律师，准备以侵犯名誉权等权益起诉。纵观整个案件，要是说令玲对康志成的400多万财产没半点想法，那是没人相信的。但至于令玲是否精心设计，一步步骗取康志成的钱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对于康志成来说，一个已经60、70岁的轮椅老人，居然先后和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，也是无比荒唐。还把照顾自己的年轻保姆给弄怀孕了，这剧情估计只有日本网友看了才不会觉得荒唐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